医生直言，老年人越懒越健康，特别是以下的5种懒，看你占了几个。孙大爷今年刚过72岁，精神头十足，小区里人见了都夸他身体好。可谁能想到，几年前的孙大爷还是个拼命三郎，每天5点准时起床，锻炼2小时，回家还要帮孩子带孙子，操心家里家外的事。吃饭也快，心里总是想着下一件要做的事。几年下来，他的血压不稳，膝盖疼得厉害，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疲惫。后来孙大爷听医生说，你这不是老了，而是把身体累坏了。上了年纪，该懒就得懒，别再和年轻时候一样拼命。他听了心里一惊，难道懒还能养生？医生口中的懒指的是什么？1. 懒得多吃。说到吃，很多老年人都会觉得，到了晚年，吃点好的，补补身体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然而，吃得多并不一定等于健康，特别是上了年纪，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。如果吃得太多，可能还会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，比如胃胀、便秘，甚至血糖升高和血脂异常。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和年轻时可不一样了，肠胃的消化能力变弱，胃液分泌减少，消化酶的活性也降低，吃得太多或太油腻，不仅消化不良，还容易让肠胃负担过重，甚至可能诱发一些慢性病。除了胃肠负担过重，过量饮食还可能导致肥胖问题。肥胖不仅会加剧关节的压力，还可能引发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富贵病，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管住嘴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只能吃得清汤寡水，而是要学会科学饮食。饭量可以适当减少，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，比如多吃一些粗粮、蔬菜和水果，少吃高脂肪、高盐、高糖的食品。对于肉类的选择，也可以倾向于白肉，比如鱼肉、鸡肉，这些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而且脂肪含量低。还有，不要为了补身子就一味多吃滋补品，适量才是关键。有时候，老年人聚餐或者过节，容易忍不住大吃一顿，但每次大餐后，很多人都会感到胃胀难受，这是身体在发出警告。如果实在挡不住美食的诱惑，也可以少量多次，不急着吃完，让胃有时间慢慢消化，这样既享受了美食，也不会让肠胃不堪重负。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仅是为了少生病，更是为了让老年人过得更舒适。那些管住嘴、吃得清淡又有节制的老人，通常会感觉更轻松，身体也更有活力。2. 懒得生气。年纪越大，越应该明白，生气对身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发火，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忍不住爆发。但其实生气不仅伤感情，更伤身体。老年人本身心血管系统变得敏感，情绪的起伏对健康的影响更是直观而深远。常常生气的人，身体很容易扛不住，每次生气的时候，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，但这种反应如果经常发生，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会越来越重。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，不仅容易引发高血压，还可能诱发心脏病、中风等严重问题。特别是有慢性病的老年人，情绪激动的危险性更高，甚至可能引发生命危险。生气还会影响消化系统，气头上往往没胃口，吃了饭也不容易消化，甚至会觉得胃里不舒服。这是因为情绪波动会影响胃酸分泌和肠胃的正常蠕动。长时间这样，不仅胃病容易找上门，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也会变差，人自然就会感到越来越虚弱。从心理上讲，生气会让人变得消极，总是揪着一件事不放，心情也越来越差。老年人更需要一个和睦的环境，频繁生气只会让人远离自己，生活质量反而下降。养成让自己愉快的习惯，是懒得生气的重要秘诀。听听音乐，看看书，甚至出去散散步，都能帮忙缓解情绪。和朋友聊聊天，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。还有一些人喜欢养花种草，和大自然亲近，这样的方式更能让心情平静下来。保持一颗平和的心，不是让人懦弱，而是懂得保护自己。那些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的老人，往往比爱生气的人显得更年轻，更有活力。3. 懒得操心。
操心这件事，很多老年人是戒不掉的习惯。子女吃的好不好，穿的暖不暖，工作顺不顺，甚至连孙辈的学习成绩都会放在心上。长年累月，这种无止境的操心，不仅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，反而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了。老话说操心生百病，确实不假。操心多的人常常睡不好，整夜翻来覆去想着事情，越想越焦虑，身体得不到休息，白天自然精神状态差。长期失眠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让老年人更容易生病。有些人甚至因为操心过度，出现头痛、血压升高等问题，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警告。其实，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孙辈也有他们成长的节奏。过度的操心反而可能让家人觉得喘不过气，适当放手才是真正的智慧之举。操心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。老年人更需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。学会给自己减压，可以从改变心态开始，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比如发展兴趣爱好，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。懂得适当放手，是一种对儿女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体贴。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生活能力，孙辈也会在他们的成长中找到自己的方向。老年人需要做的就是给予支持和鼓励，而不是适时插手。学会信任年轻人，给他们空间，自己也能过得更惬意。操心少一点，身体轻松一点。那些把自己活得明白的老人，往往都懂得怎么懒得操心。4. 懒得过度运动。老年人爱运动是好事，但有时候爱变成了拼命，就容易适得其反。不少老人觉得年纪大了更应该多锻炼，身体好像是靠动出来的。但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却常常被忽视，尤其是那些本就有慢性病或身体退化的人。过度运动不但不能强身健体，反而可能让身体雪上加霜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关节和骨骼的强度逐渐下降，尤其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非常大。如果运动量过多，或进行高强度的跑步、跳跃等活动，很容易让关节磨损加重，甚至引发关节炎。长时间进行高强度运动会增加心脏的负担，可能引发心律不齐、心肌缺氧等问题，甚至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是极大的隐患。适度运动才是老年人的最佳选择。适度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、年龄、体能来调整。例如，散步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方式，不需要过大的体力消耗，同时还能够锻炼心肺功能。还可以尝试慢速的太极拳或柔韧性训练，这些运动对关节压力小，同时还能改善平衡力，预防摔倒。过度运动和完全不运动都不可取，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运动时的舒适感是最好的衡量标准。如果感到明显的疲惫、胸闷或头晕，就说明强度过高，需要及时调整。运动不是比赛，没有必要和别人比较谁做得多，谁走得快。老年人的运动更多是为了让身体更灵活，心情更愉悦。适度运动让身体受益，而不是让身体受罪。老年人学会懒得过度运动，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更是一种对健康的智慧管理。5. 懒得熬夜。熬夜这件事，年轻人可能还能勉强扛住，老年人却是绝对吃不消的。老年人越是熬夜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退化的越快，长期下来，白天精神萎靡，晚上又辗转反侧，恶性循环就这么形成了。夜间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段，这段时间深度睡眠对于促进脑细胞修复、排毒以及免疫系统的调节非常关键，而经常熬夜，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，记忆力和专注力会下降，甚至可能诱发老年痴呆。熬夜还会让内分泌系统失调，尤其是影响胰岛素的分泌，从而导致血糖波动。对老年人本来就容易患糖尿病的体质来说，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熬夜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。身体不是机器，长期超负荷运行，迟早会出问题。早睡早起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，人体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密切相关。天黑休息，天亮活动，这是最符合人体生理需求的作息模式。
老年人可以尝试在晚上9点左右准备睡觉，让身体慢慢进入放松状态。规律的作息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这种顺应身体节律的方式会让人白天精神更好。懒在传统观念里似乎是一个负面的词汇，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恰到好处的懒却是一种健康智慧。这种懒并非懒散和放纵，而是懂得适时放下，顺应身体规律，用更轻松的方式与生活和解。医生直言，懒得熬夜正是现代养生的5个关键点。懂得取舍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，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养生之道。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，比任何外在的忙碌都更重要。懒得刚刚好，不仅让身体轻松，更让生活充满幸福感。用懒的智慧，让晚年活出真正的舒心和自在。